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。今天我们解读一项颠覆性的研究。研究团队提出了全新的 Moto 框架，它引入隐式运动 Token 作为连接视觉与控制的桥接语言，让机器人直接通过看视频学做家务。这为突破具身智能的数据瓶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效解法。大语言模型能通过无监督方式吞噬互联网上的海量文本。然而，具身智能的处境截然不同。机器人极度依赖带有动作标签的专有数据，而获取真实机械臂动作的成本非常高昂，这直接限制了机器人实现跨越式泛化。人类学习机制为解决困境提供了新思路。我们并非通过静态局部像素来认知世界，而是依赖视觉皮层观察动态运动常识，在大脑中建立起运动预测模型，再由神经肌肉系统进行物理执行。因此，机器人预训练不能只看静态细节，而必须聚焦于硬件无关的运动鲜艳。基于运动鲜艳的理念， Moto 框架实现了全新的范式转移。传统 VLA 模型将视频直接映射为硬件动作，高度绑定设备，导致其泛化性能极差。Moto 则在中间引入了通用的运动鲜艳层，通过无监督学习提取视频中的运动常识。这套知识可直接适配多种形态的机器人，从而彻底摆脱了对特定动作数据的依赖。连接数字视觉与物理机器人的关键，正是 Latent Motion Tokens。它能将互联网海量视频转化为物理世界的控制信号。这一技术拥有三大核心特征。其一是极简性能、高效压缩冗余的视觉信息；其二是富含语义、可精准描述物理运动常识；其三是硬件无关，彻底剥离了机械结构的限制。复杂的视频由此转化为离散 token， 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通用语言。有了通用的运动语言，构建机器人的数字大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观察世界，利用 Latent Motion Tokenizer 系统从原始视频中无监督地提取运动规律。第二阶段进入思维预演，基于 Moto GPT 进行自回归预训练，模型能在脑海中预测下一个 token， 以此来深刻掌握物理常识。最后第三阶段是物理具身，通过联合微调技术，抽象的运动意图被翻译为底层控制指令。第一阶段的核心是一个纯无监督的观察者。在这一环节中， Latent Motion Tokenizer 发挥着关键作用。它在处理海量日常视频时，完全不需要任何动作标签。系统会自动捕捉相邻两帧之间的关键动态变化，以此将极其庞大的视频像素极致压缩，最终转化为高密度且标准化的离散 token 序列。Tokenizer 的内部构造基于 Biframe VQ-VAE 架构，系统输入两帧连续图像，通过 Vitencoder 提取特征，接着由 M-Former 提取相邻帧 of 物理运动特征。通过 VQ-Codebook， 这些运动被压缩为128个离散 token， 最终由重建解码器结合初始帧和 token， 完美重建出下一帧图像。这一强制重建目标在数学上保证了 token 能真正捕捉运动本质，可以用运动提取棱镜来直观理解其工作机制。当混杂了背景和手部细节的冗余视频摄入时， Tokenizer 会像三棱镜一般，将无关的静态物体和颜色彻底剥离，最终只有纯粹的物理动作轨迹被折射出来，并被压缩成高密度的 Latent Motion Token。如此提纯出的运动本质，构成了机器深度理解物理规律的基石。提纯出的隐式运动 token 为第二阶段的数字空间预演奠定了基础。研究团队采用类似训练 ChatGPT 的方式，利用海量无标签视频无监督地训练机器人的常识大脑。在此过程中， Moto GPT 会逐渐理解动作的语义，判断运动轨迹是否合理，并推测下一步的环境变化，从而在没有真实物理交互前建立起对物理规律的深度认知。Moto GPT 的预测极其类似于语言模型预测单词。在输入端，系统接收文本指令，例如移动杯子以及初始画面。在处理中心，模型最大化输出自然度，自回归地精准预测出轨迹 token 序列，比如39和17等离散编号。这一机制的重大突破在于，整个预训练不需要任何真实的机械臂动作数据，纯粹依赖互联网视频语料就能掌握物理规律。拥有了对物理规律的抽象理解后，下一个挑战是让真实的机械臂听懂数字大脑。
研究团队采用了联合微调方案，在少量带有动作标签的机器人数据上进行微调。系统在保持预训练目标高权重的同时，引入了全新的动作查询。这一设计能够将抽象鲜艳精准翻译成底层参数，如位置变化量德尔塔 x、角度变化量德尔塔西塔以及夹爪控制量德尔塔 grip， 从而打通了数字预言与物理具身的鸿沟。这一翻译过程如同两个精密啮合的齿轮，左侧齿轮是代表运动鲜艳的 token， 右侧齿轮则是负责执行的动作查询。二者的啮合让意图映射到物理动作空间，关键在于引入 attention masking 机制，它会随机遮蔽 50% 从动作查询到运动 token 的注意力，这有效防止了模型产生过度依赖，在实现意图无缝转化的同时，于推理阶段极大提升了执行效率。团队通过验证实验展示出其可解释性。在完全无监督视频动作分类任务中，模型取得了 79.7% 的准确率。在给定相同初始画面时 ，token 序列 A 能稳定预测出向左推，而序列 B 则精准预测出向外拉。不同的 token 序列展现出极强的区分度，证明了这些潜在运动 token 在无监督训练下也具备一致的物理语义。第二个验证实验证明，模型已经具备了物理常识判断能力。在0到80步的动作序列中，模型会精准计算不同轨迹的对数自然度，成功的轨迹拥有最高且最平稳的数值，失败的尝试自然度居中且存在波动，而随机动作则处于最低水平并剧烈震荡。这表明模型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合理的轨迹，能为未来自动化机器人的奖励信号设计开辟极其广阔的空间。权威基准测试的结果展现出碾压级优势。在 Simpler 环境中 ，Moto 完整版大幅领先，其成功率接近 90% 到 100%。在 Calvin 环境的1到5个连续任务中，其表现同样显著占优。最关键的是，仅有 98M 参数的 Moto GPT 性能就足以媲美 55B 参数的 RT2X 以及 7B 参数的 OpenVLA。这有力证明了运动鲜艳优先，具有压倒性的泛化优势。在现实世界部署中，模型展现出了强大的抗干扰能力。测试涵盖了抓取、放置和闭合设备等真实场景。实验数据表明，机器人的平均成功率从 23.33% 大幅飙升至 60%。即使引入了额外的视觉干扰，模型依然维持了正20个百分点的性能领先。在面对全新外观的目标物体时，它也保持了正30个百分点的优势。数据效率的对比更展现出降维打击。在微调数据比例的测试中，传统的基线模型在 1% 数据时成功率为0%，在 10% 数据时也仅有 7%。相比之下，经过视频预训练的 Moto 效率极高，在仅使用 1% 的数据微调时，其成功率就瞬间达到了 52.5%。这一结果有力证明，昂贵的数据孤岛已被打破。跨具身学习的能力是 Moto 展现出的又一大奇迹。由于彻底剥离了特定硬件形态的限制，机器人可以直接通过观看人类视频进行预训练。在实验中，模型学习了人类擦桌子的视频。当它去物理世界执行类似动作时，成功率直接提升了 17.9%。这一突破打通了人类视觉数据与物理机器人控制的终极壁垒。诊断矩阵清晰归纳了二者的本质差异。传统 VLA 依赖昂贵的动作标签数据，学习焦点纠结于静态帧的局部细节，并且与特定硬件强绑定。相反 ，Moto 采用海量通用视频，其核心在于提取帧间的动态物理运动规律。硬件无关的设计带来了效率跃升，使其仅用 1% 的微调数据即可达成 52.5% 的成功率。基于上述优势，团队展现了通往通用机器人的可扩展路径。这一通路主要由3个核心要素构成：无线的互联网视频数据、纯无监督的运动鲜艳，以及轻量级的策略微调。它成功复制了大模型的规模化演进法则，利用无监督预训练吞噬海量泛化数据，再通过轻量微调完美适配特定物理任务。这表明模型不需要为每台设备录制专属动作。未来，机器人的常识大脑可以在云端通过观看视频无休止地完成自我进化。总结整项研究，团队通过 Moto 框架向世界展示了隐式运动。Token 是连接互联网视频与具身控制的完美桥梁。在这一架构的帮助下，动作成为了一种跨越维度的通用语言。
该方法成功提纯了视觉中的物理运动本质，在有效预测复杂运行轨迹的同时，彻底突破了高昂的物理动作数据瓶颈。这为机器人真正理解、预测并干预物理世界奠定了全新的技术基石。大家可通过页面中的论文链接获取本项研究的更多细节。